儿有一个标志，好来日。西海岸的风真的是整个太平洋的风吧。我现在在美国太平洋海岸公路上，国道101。对，我正在离开加利福尼亚，然后开车前往西雅图，马上会去经过俄勒冈了。西海岸的风真的是整个太平洋的风吧，好美啊！从加利福尼亚前往俄勒冈州，有漫长美丽的海岸线，而又不止于海岸线。眼前是加利福尼亚州与俄勒冈州交界的红山国家森林公园，阳光从树隙洒下，在林间道路上落下点点光影，我仿佛回到了《暮光之城》的场景。红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加州俄勒冈州独有的地貌。美国红山大家一般也都是只能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红山国家公园以及太平洋海岸尽头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能够大规模的参观到。俄勒冈州是美国西海岸3个州位于中间位置的。俄勒冈州的首都波特兰并不沿海，所以我的自驾行程不会去经过它。由于纬度的变化，俄勒冈州的沿海路段已经不会再有那么多冲浪、夏日海滩晒太阳的美好的场景，可是又会有另外的活动充满着俄勒冈州沿海居民的生活，比如他们会坐船出海去钓三文鱼，他们也会在沿海修建一个个步道，用于日常的散步。俄勒冈州沿海缺少大面积的平地，所以没有形成大型的城镇，也因此没有出现它的首府。而就此，俄勒冈州的沿海其实形状更加的多彩而崎岖。站在高高的海岸悬崖上，可以闻到远处飘来海生蚝的味道。来到了美国的俄勒冈州，终于离开加利福尼亚了，开了好久好久。看到这里才知道，美国公路上那些拖着的船，然后拖着的摩托、拖着的房车，都是真的可以用上的。现在面前就是一艘刚好能够出海的小摩托艇正在入水。刚和一个船夫然后奶奶聊了一下，他们这里所有的船然后出海都是为了玩，都是去钓金枪鱼的。在太平洋海岸边有一艘自己的船，自己可以出海去钓鱼，是不是也太爽了一点？我现在在俄勒冈州Bandon 小镇这边，然后我居然看到了放船入海，一个老爷爷，然后貌似今天要出海的样子，有一艘自己的船也太酷了吧！开出去了，开出去了。So cool。
不止哦，其实它这个渡口会一直有船下的。刚刚我们看的那艘船已经走到那儿了。俄勒冈州的海岸线并不像加利福尼亚州那么漫长，不知不觉我2-3天的时间其实就已经穿越了俄勒冈州的海岸线，在这一路上不停地在许多的丛林里穿过，让整个驾驶之旅都变得更生动，颜色更丰富了起来。而很多俄州和华盛顿州的小镇也都让我对美国的小镇印象有了最初的一个版本。当然，长长的驾驶旅途已经把自己喜欢的所有中国歌手、美国歌手，再回到中国歌手的歌都听了很多遍了，所以出门自驾一定要先备好自己的歌单。穿越太平洋海岸的沿线是一段很长的旅途，我花了7天的时间，完全只是在开车上，而这一路当然也不全都是阳光明媚的大海场景。尤其接近华盛顿州以及进入华盛顿州之后呢，整个天气就变得多变起来，时常在阴云天里也会度过长长的时间。而华盛顿州最著名的城市西雅图，也因为它多变多雨的天气，是一个大家常常吐槽的小地方。当然，有多云就会有晴天。现在正在逐步的从俄勒冈州进入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交界是长长的哥伦比亚河，将会穿过特别漂亮的阿斯托利亚梅格勒大桥，这里当时我真的有被惊艳到。而因此，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彼此间的州界也是以哥伦比亚河和阿斯托利亚梅格勒大桥为分界的。好的，华盛顿州我来了。华盛顿州呢是美国西太平洋海岸最北部的州，也是和加拿大直接接壤的州。大家常聊到的西雅图和温哥华这2个城市之间亲近的关系，我想应该比华盛顿州和其他的美国城市来得更熟悉。华盛顿州也是唯一一个以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名称而命名的州，在1889年才加入了美国的联邦。从加利福尼亚一直开到华盛顿州，其实已经大概开了5到6天的时间了。我也蛮需要来到一个新的州，去新的城市，去好好参观一下，因为沿途的海景真的让我好的、完全的享受了一次海岸之旅，而我的海岸之旅到华盛顿州也刚好完美的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充满了对华盛顿州旅行的期待。一路上我有很多太平洋海岸边的观景台可以停靠，而在华盛顿州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好运。一般在城市里我会停留在大型购物超市的停车场，如果能够找到露营地的话，也会尽量去优先选择露营地。会怎么样呢？接着看吧。第一次体验自助收费式的露营，因为有车辆的信息，所以我就挡住了。这是我在华盛顿州太平洋海岸公路边上遇到的一个露营地，是自助收费式的，就我需要交$20的纸币，用信封投进去，
而这个露营地呢，就把所有的信息放在这样公告栏上，自己去选择一个点，然后去完成缴费，使用后续的露营地设备。我发现这些简易的露营地面积其实不是很大，它就是面前这一块草坪，在提供了卫浴就可以开了。其实从加利福尼亚州一直开到华盛顿州，我很长时间都睡车上的，但是今天就可以搭这个帐篷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国外正式的露营啊。大家基本就是把露营点设在草坪上，然后会提供给你树荫的遮挡，这样搭帐篷睡的草地就会比较柔软一点。然后呢，其实这都是空地，它画的区域只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互相不打扰、不抢占好，几乎只有我露营也有少许的几辆房车。而在这停留的时刻，正好也是到了日落了，又完成了一整天的驾驶。我太平洋海岸公路的终点西雅图，终于我要来到了。西雅图的洲际公路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能够让我先俯瞰到西雅图的全貌。怎么说呢？远远的看去，也只能感受到它非常的经济发达吧，因为也有很高的一个 CBD 市中心。西雅图虽然地处偏远，但它我觉得应该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说的美国城市啊。第一呢，就好几部电影，西雅图夜未眠、北京遇上西雅图，其实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同时呢，西雅图也因为是微软的总部，第一次声名鹊起。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西雅图其实也是 Costco 的总部，而 Costco 是我在美国去的几乎最多的超市。当然了，西雅图同时还是我们最熟悉的咖啡品牌星巴克的全球总部和初创地吧。这里有着星巴克历史上第一个门店，而它至今也还依然保留着。我也非常期待，然后去买一个新的星巴克城市杯，一如我之前曾经买过的星巴克的香港城市杯一样。星巴克的西雅图城市杯又会是什么样子？而且会将是在第一家星巴克门店买到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我开车来到西雅图的这一天是风清气朗的，连我的朋友都说西雅图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画面里西雅图的高速公路像加州、像俄勒冈州一样，宽阔、俨然有序。而面前西雅图的这些 CBD 的大楼也都让我对西雅图有了一个很立体的初印象了。穿过一条隧道蛮有意思的，两面墙上全部都是涂鸦，而且还都以文字涂鸦为主，表达的情绪非常的鲜明。国外很多的城市其实真的是自由也体现在这些方面。你可以用涂鸦，然后去表达很多的情绪，然后他们某时候是艺术，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发泄而已。但是这个是自由的一部分嘛，大家又能不能接受自由全部的真相？尤其在美国。西雅图。这个很好的机位叫做 Curry Park， 可以俯瞰到西雅图的全景，从太空针一直到西雅图的整个海湾。我来到西雅图要做的第一件事，其实是我太平洋海岸自驾之旅，同时也是摄影之旅的终点。在这里用相机再多去记录一下这个城市。之后呢，会去参观一下西雅图著名的华盛顿大学。同时在华盛顿大学据说是可以看到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雷尼尔雪山。最后会去西雅图派克市场的星巴克去买一杯咖啡，
买个纪念碑带走。一个简单的西雅图城市之旅就将会这样完美的完成。华盛顿校园的这个草坪在对应的季节，据说是樱花盛开，非常美丽的。这是华盛顿大学的苏塞罗图书馆，被誉为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现实版，也是超棒的一个机位。我在华盛顿大学拍到的最喜欢的雷尼尔雪山的照片，并且画面里还融入了众多的行人，显得非常的有生动。到了全球最大的星巴克，开始看看排队的人和这个情况，估计是不会进去了。这个就是派克市场的街景啊，全球第一家星巴克的街口，忍不住还是排队进来，真香真香。第一家星巴克依然保留着最初的独特的标识，而没有跟着整个集团品牌改变。Gap Year 的旅途好像很漫长，但是总是结束的又很快。在西雅图参观之后，我将会转向前往美国的东海岸。我在间隔年自驾路上收获最美的风景，但我也发现这是一条稍显安静的旅途。不过既然想让自己思考，那就先让自己安静吧。答案或许在远方，也或许间隔年没有答案。欢迎关注，加入我的间隔年旅行，继续看吧。